大家好，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继续来聊1923的新一集，这也是最后一集。马姐一行找到了男孩和警长的尸体，有经验的印第安翻译很快就通过子弹伤和脚印判断出神父杀死了警长，这令马姐感到匪夷所思。向着足迹的方向，远处那冲天的黑烟似乎在标记着神父的去向。很快他们就又找到了2具尸体，这次显然一个死在睡梦中，神父则身中数刀，又死于枪伤。马姐认为要找的凶手都找到了，可以打道回府了，却在一扭头间看见远处山坡上的反光，女孩的瞄准镜反光暴露了她的行踪。眼看被发现，她慌乱中开了一枪，然后上马狂奔，但很快就被拦了下来。汉娜被受惊的马甩了下来，她抓起枪打死了一个警官，他又抓起了猎枪，但被马姐用枪指着。马姐告诉他，如果在这里动手，女孩就死定了，但跟自己回去会有辩护的权利。女孩问如何辩护，马姐表示有证据或证人来辩护。泰娜悲愤地吼道，自己不想被关起来，那些修女如何欺凌强奸自己，吃身躯的饭被关进烤箱，而那些知道这一切的人，自己的表亲、男朋友、父亲全都死了，难道把他们从坟里刨出来吗？马姐不信地问，谁会做这么恶劣的事儿？印第安翻译说那是针对印第安人的教会学校，自己也有所耳闻。马姐扭头询问女孩是否杀过人，泰娜坦言自己杀了人，自己杀了强奸犯，杀了追捕自己的凶手，杀了神父。女孩的诚实让马姐动容，但职责所在，她还是决定抓女孩回警局。对女孩的审判很快就开庭了。法官好奇，被告人不是本州的，案件也没发生在这里，为何要在这里提诉？检察官表示，证人和罪犯都在本州，所以在这边审判。但现在证人都死了，而且他们的死与女孩无关。法官一听，气儿就上来了，这开哪门子庭啊？他询问检方现在有什么证据，赶紧提交。检察官识物地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而且可以撤诉。于是法官给出了无罪释放，气哼哼地表示，北达科他州的法院把这皮球踢得太远了，自己可不想给他们擦屁股。小锤子一敲，站起来就毙停了。泰娜莫名其妙的就被带了出来。印第安翻译告诉他自由了，并对他的反抗表达敬意。但对泰娜来说，这个反抗让她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We go north, then west to New Mexico. Thank you.然后他纵身上马，奔向自己未知的旅程。寒冷的清晨，卡拉早早就坐在门廊等待丈夫和侄儿的消息。她让赞恩回屋里休息，赞恩不放心丢下她一个人。卡拉表示自己拿枪的速度不比牛仔们慢，而且她笃定地说，今天侄儿和丈夫肯定会回来战斗。赞恩开玩笑地表示回来拼命。卡拉坚决地认为，为了保护值得拥有的东西，就应该拼命战斗。赞恩感叹，这世界像卡拉奶奶这样的女人已经不多了。卡拉则认为，是能够配得上这样女人的男人所剩不多而已。这时，伊丽莎白推门而出，她焦急地说，杰克还没回来。卡拉奶奶不得不告诉她，杰克昨晚就起身去支援老雅各布了。接着，卡拉表示自己反对孙子这么做，作为一个即将成为父亲的人，对家庭的责任不允许他这样不告而别。说罢，让女孩回屋去，别感冒了。一番话倒让伊丽莎白不好发作，起身回了屋里，愤愤地扔下一句，能在这鬼地方感染的就只有死亡了。这句话简直是在感应杰克的死亡。班纳回到家，独自坐在黑暗中沉思，把妻子吓了一跳。他充满自我怀疑地告诉妻子，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好人，但也不会以折磨别人为乐。回想以前为了微薄的薪水在船上做工，现在的自己只是想不要再被人占便宜。达顿家占了足足2个县城大的地盘，他家才是最大的地主，但他也不算坏。相比唐纳德才是真的坏，唐纳德更像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达顿家坚守自己的土地，不管别人的死活，虽然显得自私，但也在情理之中。而且达顿家那种不屈不挠坚守自己财产的态度让人感到敬佩，而唐纳德却以折磨他人为乐，他要的不仅仅是掠夺他人。说着，班纳就说出妓女的事儿，他表示自己无法继续为唐纳德工作了，他让妻子收拾东西，带着孩子一起离开，躲开这个是非之地。候车大厅里，2个杀死杰克的凶手推门而入，与警长微微点头后就忙着溜到了站台上。雅各布警惕地询问警长，这2个人看起来陌生。警长介绍说，这是在他中枪后由卡拉招募的，有一个还在芝加哥做过警察，但他们的爱尔兰口音让老雅各布充满怀疑。雅各布来到站台上，看着列车来的方向，周围安静得令人不安。他瞟了一眼角落里的2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警长告诉他，列车2点20分到，候车室里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雅各布回到屋里，周围看起来都是乘客无疑。
但紧接着他就看到班纳带着老婆孩子提着行李来到售票窗口买票。班纳买完票安顿下妻儿，毫不避讳地主动来找雅各布。老雅各布认为班纳这次的伪装真的很拙劣，班纳则直言自己是真的想走，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他警告雅各布，唐纳德绝不会让他的侄儿活着离开车站，而且像唐纳德这样的人会前仆后继地来到这里，达顿家有的应付了，而自己只是想离开。老雅各布告诉他没门，这都是班纳惹来的事儿，现在想说走就走。班纳自知理亏，他请求雅各布放自己的妻儿离开，雅各布答应了。班纳最后告诉雅各布，唐纳德安排的人不仅仅会来车站，言下之意还会有人直接去达顿家的农场。这令老雅各布瞬间神色凝重起来。班纳回到妻子身边，把钱交给妻子，然后嘱咐妻子等会儿混乱的时候不要惊慌，直接穿过人群登上火车。火车在冰原上驰骋，车外的野牛群引起一个男孩的惊叹。斯宾塞指着窗外的一个方向说，那里是著名的战场，拉克塔人管那场战役叫做有草之战，因为那块土地上的草蛋白质含量很高，叶子摸起来很油滑。那是美国人输得最惨的一场战役。男孩很惊讶，这和学校讲的不一样。斯宾塞告诉他，学校里不会教真相，只会教服从。男孩注意到斯宾塞手中的兽牙，于是拿出私藏的小匕首来交换。斯宾塞表示，这枚兽牙本来是想留给自己儿子的，但还不知道那个孩子什么时候会降临人间。男孩很希望换到那枚兽牙，于是顺口就说，也许永远都见不到了，除非你自己会生孩子。斯宾塞并没有为这个孩子这句戏言往心里去，犹豫再三，他还是把兽牙给了男孩。男孩拿到兽牙，得意地说，斯宾塞被骗了，这世界上有多少把这样的小刀，但这枚兽牙估计只有这独一份。斯宾塞无奈地笑了笑，看向窗外。豪宅里的早餐桌上无比丰盛，管家佣人们忙碌着，这是唐纳德和2个女人的早餐。唐纳德抱怨着乡下的报纸上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丢下报纸就把注意力放到了新加入的女人身上。看着女人不情不愿的样子，又开始了一场调教。而他安排的杀人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开了好多辆车，他们兵分2路，一半来到达顿家附近的树林，下车后向达顿家包抄而去。一个打瞌睡的牛仔刚被叫醒就中枪倒地，另一个大胡子打了几枪，发现对方人多势众，赶紧撤退，骑上马一路狂奔往回跑。卡拉奶奶在屋里听到了枪声，赶紧下楼通知赞恩，同时安排伊丽莎白拿上枪躲好。赞恩告诉卡拉奶奶要到高处去防守，自己带人用草垛掩护。杀人大部队打开了牧场大门，长驱直入。大胡子终于找到了大部队加入防守，但这也就是区4个人，对方是好几倍的人数。双方对射了几枪后，赞恩认为这么打坚持不了多久，决定退回屋里防守，于是分2次撤退。当2个牛仔爬上屋顶，发现对方源源不断的还有车子开来，让他们感到绝望。卡拉奶奶在窗前准确地狙击了一个又一个，大家都在努力地抵抗着一波一波的进攻。最终对方被暂时的击退了。牛仔们判断对方会在山脚等到天黑后再进攻。站台上，乘务员大声广播着列车即将进站的消息。警长和牛仔们严阵以待。忽然老雅各布看到有车子停在车站外，源源不断的打手开始聚集进来，人数多得惊人。老雅各布机智地压低帽子，藏起警徽，偷偷来到站台上。他告诉警长对方的人来了，目前有10多个，恐怕还有更多，希望警长把警察局的人手调过来。警长说警局也只有3个人，显然这点人手与对方比起来杯水车薪，但也没有其他办法。老雅各布拿出手枪准备决一死战。这些人都是班纳的熟人，他们和班纳打着招呼。班纳的儿子则在一旁好奇地问为何要离开。班纳心不在焉地表示这里不好挣钱。亚历克斯在车上冻得快失去知觉了，求生欲让他奋力挣扎着爬起来。他不再顾忌什么，从死去的女人身上剥下手套和毯子，然后鼓起勇气跑到不远处的男人身边，从他身上找到钱、打火机和酒。回到车上，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堆火。这堆火让亚历克斯感觉到一丝可以维系生命的温暖，但很快那些可以烧的都烧完了，只剩下斯宾塞的信了。亚历克斯依依不舍地拿起那些信，为了活着，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当他把信扔进火里，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喷薄而出。他大声地质问上帝为何这么安排，给人爱情的甜蜜又残酷地夺走他，赐给自己一个孩子又把自己推向死亡。忽然远处传来的汽笛声让他警觉起来，他发现一辆火车正在奔驰而来，自己的位置刚好在铁轨边。
于是他翻出酒瓶，把最后一点酒全都倒在车上，然后跑出车子，大声呐喊，希望以此引起列车的注意。但列车没有丝毫的减速，他的哭声却刚好让窗前的斯宾塞看到了。斯宾塞大吃一惊，窗外的女人竟然是亚历克斯。他狂奔地穿过车厢，最后在众目睽睽中跳下了车子，直奔亚历克斯而去。两人在互相的呼唤声中相遇，并紧紧相拥。这对夫妻终于又在一起了。斯宾塞决定抱着妻子跑向几公里外的小镇。亚历克斯告诉斯宾塞自己已怀孕的消息，这更是给了这个壮硕男人无穷的力量。幸好火车在前方停下了，等待这对离谱的乘客。斯宾塞也不用抱着亚历克斯跑几英里了。回到车上，一个军医赶来义务看诊，他发现亚历克斯冻伤非常严重，体温也很低，于是开始给亚历克斯升温，同时告诉斯宾塞到站后不要下车，下一站所在的城镇有更专业的医生处理冻伤，而且可以联系救护车在火车站等待，这样可以让亚历克斯更快地接受治疗。这让斯宾塞犹豫了。汽笛声响起，列车驶向车站，站台上的双方纷纷手摸着枪，剑拔弩张，气氛瞬间紧张起来。班纳最后一次嘱咐妻子直接上车离开这里，开始新生活。妻子发现这话不对，但为时已晚。班纳的一个吻作为最后的告别，他起身来到站台，两个手下也跟了过来。列车进站了，坐在窗前的斯宾塞很快就从人群中辨认出哪些是杀手，同时他也看到了警长和叔叔老雅各布。事不宜迟，他抓起枪冲出房间，同时站台上的杀手也开始往车门处移动。警长大声警告，双方瞬间都拔出枪对峙着，每个人都紧张的一触即发。杀死杰克的大胡子注意到车厢里移动的斯宾塞，于是抢先开了枪，但没射中。这声枪响马上引起了双方的对射，姜还是老的辣，警长和老雅各布瞬间就放倒了好几个，牛仔也有受伤的。班纳没有开枪，他想掩护妻儿上车，但妻儿在门口就被乱飞的子弹惊吓得不知所措。正当班纳着急的不行，斯宾塞的大手拉住孩子和女人，把他们安全拉上了列车。班纳这一刻充满了感激。这时警长中弹倒下，一个家伙瞄准了雅各布，被斯宾塞打死。大胡子从车下偷袭老雅各布，班纳果断地将他送走。但此时倒在地上的警长把枪口对准了班纳，扣动了扳机。赶来的警察解决了剩下的歹徒。老雅各布来到班纳身边，感慨班纳是个守信用的人。班纳也在咽气前恳请老达顿放自己的妻儿安全离开，老雅各布答应了。接着他登上火车，这叔侄二人终于见面了。老雅各布希望侄儿马上跟自己回家支援，侄儿要把妻子送到医院。老雅各布担心这时间可能家就没了。这时医生发现了老雅各布中弹了，斯宾塞决定让叔叔和妻子一起先去医院，于是拉着叔叔来见了妻子。亚历克斯通过那些信对老雅各布已经非常熟悉，他感叹没想到战争竟然是真刀真枪的战争。斯宾塞吻了妻子，保证自己会到医院去见他，然后起身奔赴战场。隔着车窗，亚历克斯目送丈夫离开。牛仔提醒斯宾塞用那么大的猎枪太笨重了，不如用散弹枪，但斯宾塞认为威力大的枪才能速战速决。此时的唐纳德正在和自己的富豪股东们分享着自己的宏伟目标，他轻描淡写地把对达顿家的屠杀形容为一场决定性的谈判，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同时把自己调教好的妓女分享给在座的股东们。另一边的农场里天色擦黑，歹徒们开始进攻了，大家奋力防守，但依然寡不敌众。歹徒们渐渐地靠近了房子，火把扔进了屋里，赞恩扑灭火，又忙着准备上楼支援。这时有人闯进了房子，赞恩打死了一个，伊丽莎白勇敢地持枪打死了另一个。当他换子弹时，对方拿出了手枪，伊丽莎白绝望地大喊，赞恩及时补枪，并称赞伊丽莎白的支援。屋顶也有中枪减员。卡拉奶奶坚守阵地，但她被对方的冲锋枪压制得无法射击。忽然她看到了远处有2辆车子，熄了车灯，正在慢慢靠近。直觉告诉她那是侄儿回来了，她大声地告诉大家侄儿回来了。斯宾塞悄悄地靠近，隔着2辆车打死了一个机枪手，然后来到房子边，一枪就射穿了3个，推门进去，拔出手枪，3秒解决了屋里的一堆，就这么嚣张，就这么轻松。卡拉奶奶飞奔过来拥抱了这个大救星，但伊丽莎白发现来的人里竟然没有杰克。卡拉奶奶赶紧安排牛仔去寻找，很快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尸体就在树林里被找到了。
列车一靠站，亚历克斯和老雅各布就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医院里，老雅各布在走廊听到亚历克斯艰难的分娩。由于亚历克斯冻伤严重，孩子早产了。医生对这个仅仅6个月大的婴儿的降生表示不乐观，希望女人接受引产，快点处理掉这个注定夭折的孩子，然后接受手术。但是亚历克斯拒绝医生的要求，而且他笃定这个孩子是一个强壮的男孩。果然，孩子生下来了，确实是个男孩。亚历克斯要抱抱自己的孩子。医生表示孩子的肺都没长好，活不了1晚，但孩子的哭声让医生的判断变得不那么可信了。医生还是坚持要亚历克斯马上进行截肢手术，否则连大人都保不住了。亚历克斯坚决要抱自己的孩子，哪怕耽误了手术，自己要尽力做到一个母亲该做的事儿，给这个虚弱的孩子喂奶，并让他感受母亲的温暖。雅各布要求医生尊重亚历克斯的选择，看着家属也站在女人一边，医生无奈地把孩子抱给了亚历克斯。女人赶紧把这个小生命抱在怀中，温柔的哺乳，并把自己最后的温暖和爱一并给了这个孩子。她1分钟也不愿意离开孩子，哪怕错过自己的手术。医生说她还能再生育，但如果不马上手术，她就会死。作为母亲的天性则告诉她，这个弱小的孩子如果现在离开母亲的温暖和母乳，很快就会像医生说的那样死去。所以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亚历克斯都愿意拿命来交换这个孩子的存活。看着医生离开，亚历克斯告诉雅各布，自己给孩子起名叫约翰。为了纪念斯宾塞的亲哥哥，老雅各布希望亚历克斯能够考虑手术的事，因为他活着对斯宾塞很重要。但亚历克斯拒绝了，他表示做完截肢手术，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残疾人根本无法再照顾孩子，只能给家庭添麻烦。雅各布认为亚历克斯应该和丈夫商量以后再做决定，但亚历克斯态度很坚决，他希望雅各布帮忙告诉斯宾塞自己为何放弃求生。老雅各布依然想鼓励女孩活下去，可他从女孩眼里看到了倔强、坚持和满满的不舍，令他心碎无比。斯宾塞和卡拉赶到了医院，卡拉看到老雅各布安全无虞，倍感庆幸。斯宾塞忙着就进入房间，昏暗的灯光下，亚历克斯已经奄奄一息。他喃喃地倾诉着医生们差点夺走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手和脚，他拒绝了。斯宾塞泪流满面，他能感觉到女人正在全力以赴地保护这个孩子。亚历克斯用尽力气嘱咐斯宾塞好好地照顾这个孩子，就如同照顾自己一样，这是他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孩子是对斯宾塞的爱的报答，是2个人之间忠贞不渝的爱的结晶。斯宾塞悲伤欲绝地紧紧拥抱着女人和孩子，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他想紧紧握住这流沙般的团聚，永远记住亚历克斯的味道，他的温暖，他那瘦弱的身体和那颗坚强的心微弱的跳动声。虽然斯宾塞此刻恨不得和女人一同离开，但他的责任告诉他，他必须坚强的、痛苦的活在这个世界，保护好家庭和孩子，守住农场。他和亚历克斯只是暂时的离别，终有一天，当他完成他的使命，他会毫不犹豫地直奔女人的怀抱，陪伴她，再也不离开。卡拉奶奶看着这对被命运残忍分开的有情人，默默地关上了房门。她理性地安排牛仔马上去买2头产奶的羊。对卡拉来说，无论大人怎么选择，孩子活着才有希望。清晨来临，亚历克斯已经离开了。斯宾塞最后亲吻了爱人的脸，看着包裹中的孩子，他不知所措。卡拉奶奶走进来，抱起孩子，告诉侄儿，这件事交给女人来做，男人去做男人该做的事儿。斯宾塞满心的仇恨，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唐纳德。要不是他的贪婪，自己和妻子还在非洲的海滩上度假；要不是他对农场的步步紧逼，自己也不会和亚历克斯分开，而亚历克斯也不会死，哥哥和嫂嫂、侄子杰克都不会死，农场也不会临近破产。他狠狠地揍翻了别墅前试图阻拦的保镖，直奔唐纳德的餐厅，上来就给了唐纳德一枪。妓女拿起餐刀刺过来，也被一枪解决掉。然后他放走了另一个。老雅各布走进来，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唐纳德，现在就是达顿家反击的时候。唐纳德不甘心地表示，一切都要交给法律来审判，私刑是违法的。老雅各布告诉唐纳德，达顿家今天就是来解决唐纳德这个贪婪的无赖，让其他同样居心的无赖50年以内都不敢踏足这片土地，而且要让教科书上都写上他们的罪行，让子孙后代都看清楚这些无赖的贪婪的样子。斯宾塞控诉道，要不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会死。他要求唐纳德说出妻子的名字，当那个名字从他嘴里念出，他的生命也随着枪声献祭给那些无辜枉死的冤魂。送走了仇人，就是重建农场。天气一暖，斯宾塞就带着牛仔去抓野牛了，这可以省下一大笔买牛的钱。卡拉奶奶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这个倔强的小生命。伊丽莎白离开了农场，她虽然嘴上说着自己永远不会忘记杰克，并且会写信回来，
但卡拉奶奶根本不信，伊丽莎白会像她母亲那样，很快会在城里找一个男人嫁了，永远忘记这里的一切。伊丽莎白不做解释，她满不在乎地起身离开了。老雅各布宣布退休，卡拉奶奶调侃道：“那以后自己要照顾2个小孩子了。”故事就这样接近尾声。故事里的人却在他们的现实中不断经历着幸福和痛苦，得到和失去。几十年间，斯宾塞也曾与其他女人相处，但她再也没有娶过任何人，守着这个农场直到暮年。最后，她蜷缩在亚历克斯的墓碑前，长眠不起。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在那宾客欢腾的舞会上，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那个令她多年魂牵梦绕、夜夜思念无眠的身影。女人转身的刹那，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当她再次拥抱着女人在舞池中起舞，亚历克斯笑颜如初地对斯宾塞说 Took you long enough. 好了，剧情就介绍到这儿，下一期我们再来好好聊聊这个结局。谢谢大家耐心观赏，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